中共93大阅兵大秀肌肉，不小心秀出了大大的脓疮。火箭军近日连发180条公告，把军事采购的黑幕揭了个底朝天。火箭军被中共吹捧成大国长剑，这柄所谓的剑早已锈迹斑斑，其高层将领已被团灭，大批国有军工企业高管落马的落马，失踪的失踪。习近平却偏偏拿出巨浪3导弹、东风61导弹和惊雷1导弹在阅兵式上展示，原本想让美国和西方看看中共的厉害，不料就在展示武力的敏感时刻，火箭军再度爆出大瓜。军事采购贪腐牵扯到74名评标专家和116家供应商，中共发狠要倒查9年，火箭军贪腐窝案远没有尘埃落定。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中共官媒《中国政府采购报》报道，8月28号到9月1号，火箭军后勤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发布180条公告，74位评标专家失去了评审资格，终止了116家供应商投标军队采购项目的权利。中共这次清查要倒查9年。有专家2016年的某个项目评审错误，今年才被追诉取消资格。部分评标专家被清查的原因大多为评审错误，影响评审结果，有的是倾向性打分。一位名为许元昭的评标专家被认为行为恶劣，被定性为全客，意思就是说他从客观中立评审的专家变成了纯粹的为了钱而极力撮合交易的人，被处以最严厉的惩罚，终身不得参与军队项目评审。其控股或管理的企业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并被禁止代理其他供应商投标，形同全面封杀。此外，有116家供应商因围标串标遭到重罚。所谓围标串标，就是指多家投标人用事先协商价格、分配项目的手段操纵招投标结果。被罚的供应商也出现央企身影，大陆通信建设北京工程局有限公司隶属于大陆通信建设集团，拥有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1级资质和电子与智慧化工工程专业承包1级资质，曾参与8横8纵骨干光缆网路建设、南极科考通讯保障等重大的工程，并承接过多项国家援外项目。这家企业因在军队标案中被查出围标串标，自2025年8月29号起即被暂停参与火箭军物资工程服务采购。部分国企同样遭到处罚，例如一家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因投标提供虚假材料，直接失去了参与全军范围内采购活动的资格。中共火箭军正式成立于2015年的12月31号。中共的宣传将火箭军吹捧为大国长剑，是中共掌握着部分核武与远程飞弹力量的军种。正是这支被中共吹上天的军种，却重重地摔落到了地上。早在2023年，火箭军发生贪腐丑闻，案件规模庞大，牵扯范围包括火箭军高层、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以及多家航天军工企业。涉案的人事名单中包括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前国防部长兼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长李尚福、2任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和周亚宁，以及至少4名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军工企业高层。火箭军高层几乎被团灭。在今年的9月3号大阅兵仪式上，火箭军似乎威风了一把。中共在阅兵式上展示了不少新式武器，尤其是惊雷1空射导弹、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东风61和东风31陆基洲际导弹，这些被中共宣传为王牌的武器，都是属于火箭军的。这些所谓打击力强大，甚至可以覆盖全球的新式武器，让不少人感到毛骨悚然。然而，军事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要么是以往武器的变种，要么仍然是山寨的仿制品。军事专家分析，巨浪3导弹与美国的差距明显，东风61导弹只是原东风41的改进型号，马甲都没有换。惊雷1导弹实际射程可能只有3000公里，中共却吹嘘其射程为8000公里。
军事专家认为，中共展示的导弹等都是攻击型武器，所谓的和平防御宣传也被自行揭穿了。但这些武器是否好用，还要画上问号。中共政府采购网爆出的火箭军采购黑幕，时间在中共大秀肌肉的北京大阅兵前夕，也就是说，中共的肌肉早就是腐烂的脓疮了。《华尔街日报》9月10号报道，北京今年的阅兵式从表面上看来是一场技术成就和军事力量的惊人展示，其实这是一场外强中干、根本没有必要的肌肉秀。这次阅兵式的主要目标似乎已经从展示一个国家的进步历程，转变为巩固习近平个人权威的展览。对比习近平上台约3年后的那场2015年的阅兵式，当时还有其他中共高级官员陪伴在习近平的左右。到了今年，习近平把中共高层的其他成员安排到了一边，陪伴他的是普京、金正恩、伊朗总统等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这一安排传递的讯息很明显，习近平已经把阅兵式这个传统上展示党内团结的场合，变成了他的个人秀。对习近平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但对普通民众而言，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闪亮的弹道飞弹和隐形战斗机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青年失业率上升，楼市崩盘，以及中国经济整体步履维艰，不再为世界羡慕等状况频频见诸报端。面对暗淡的就业市场，许多大学毕业生如今不得不去开网约车或者送外卖，这是一种绝望的呐喊，与过去那个上大学等于捧上铁饭碗的逝去的时代相比，反差巨大。一位曾经观看1984年阅兵的女士说，她没有看今年的阅兵，她更关心的是给自己的女儿找工作。这说明中共官方的叙事离中国的百姓越来越远，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学生心中的问号越来越大，希望在哪里呢？中共火箭军烂透了，中国经济崩溃的程度一点也不比火箭军差，通缩压力还在加大。中共国家统计局9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了0.4%，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还很难说，中国百姓和企业的信心难以恢复。中国7月的 CPI 跌幅超过了预期，这说明中国的通缩还在显出固化的趋势。凯投宏观的黄子春认为，7月份耐用消费品通缩状况加剧，其严重的程度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而这是一个衡量更广泛价格压力的指标。他说，在国内需求疲软和产能持续过剩的情况下，我们怀疑中国的通缩环境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习近平9月3号的阅兵活动仿佛一个咒语，释放出惊悚的信息。阅兵后3天的9月6号，中共宣布原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因严重的违纪违法正式接受调查。易会满是中共中央委员，也是习近平嫡系之江新军的要员。易会满与李强、陈一新、陈德容等人都是温州的老乡。李强出生于温州瑞安市，陈一新出生于温州市泰顺县，陈德容出生于温州市永嘉县。习近平93阅兵后，易会满就被官宣落马，这似乎很不寻常。易会满与很多之江新军大员及江浙沪政商圈关系密切。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资深媒体人中泽克二认为，中共20大中央委员会即将于10月召开4中全会，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权斗将更加的激烈。中共火箭军的清洗还在继续，一切远远没有尘埃落定。谁将在4中全会上受到处理，留下的职位将由谁填补？习近平又将何去何从呢？全球的目光正在聚焦。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